明末乱世，天塌地陷，皇帝死了，王朝碎了，蜀地烂成了一座人间炼狱。有人为了复活亲人，一次又一次走进轮回；有人为了复活大明，亲手利用了自己最爱的人；有人明知道不会被回应，却还是把命、刀、血和余生全都献给了一个人的愿望。这就是明末冤虚之语最残忍的地方。它表面上讲的是羽化病、赤狗、凿子、复活秘术，但真正藏在剧情深处的是一群在乱世里拼命求活的人。白无常想救妹妹，余下想救大明，红蓝想救余下，最后却把所有人都拖进了地狱。他们每个人都在救人，可是最后每个人都成了别人的灾。本期视频我们就从无常、余下、红蓝这三个人开始，重新看懂明末冤虚之里最痛的一条案件。乱世之中，爱不是救赎，爱是执念，是利用，是亏欠，是你明知道前面是火坑，却还是为了那个人一步一步走进去。友情提示：本期涉及明末冤虚之语全部剧情剧透，如果你还没通关，建议先收藏，通关后再回来看。故事的开端不是无常从燃灯洞醒来，真正的开端要从崇祯11年的那场雪说起。那一年，白子云还不叫无常，她是锦衣卫镇抚使白廷昭的女儿，是白家的大小姐，是一个本该在乱世边缘长大的姑娘。她从小习武，天赋极高，虽然是女儿身，却继承了父亲的刀法，也继承了白家的武器齐云出雪。但在白廷昭心中，白家始终缺一个儿子。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重男轻女，放在明末那个时代，一个锦衣卫镇抚使，一个蜀地武官，一个被乱世和家族责任压到喘不过气的男人，他想要的不是孩子，他想要的是继承，是香火，是白家在乱世里还能继续站着的证明。于是玄阳子出现了，他给了白廷昭一个偏方。白廷昭的妻子刘氏怀孕了，那个尚未出生的孩子被取名为白克鲁。克鲁破除葫芦，延续家门。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已经被父亲塞进了一个沉重到窒息的命运。可命运没有给白家一个奇迹，刘氏难产而死，腹中的孩子吸干了母亲的血，本该出生的希望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白廷昭崩溃了。这时玄阳子再次出现，他告诉白廷昭，赤拱可以复活人，一个刚刚失去妻子又失去儿子的父亲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诱惑？于是白廷昭偷走了政务官的神器凿子，他用赤拱和凿子举行了复活仪式。可复活回来的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一只怪物。白克鲁变成了嗜血的妖物，白家大宅从此变成人间地狱。白廷昭知道是自己亲手打开了这扇门，所以他选择留下，独自面对自己造成的恶果。而白子云和妹妹白玉只能在夜色里逃亡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白子云的人生就已经死了一半。她失去了母亲，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家，也失去了白家大小姐这个身份。后来她流落到海上，遇到何有哉的海盗团，因为武艺高强，她很快就成为了海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人。有人叫她白无常，这个名字很特别，无常，索命之鬼，但见无常，性命无常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白无常不是天生冷血，他只是一个在灾难里逃出来的人。他不是不怕死，他只是早已没有家可以回了。顺治元年，也就是1644年，明朝已经亡了，天下换了主人。可对于白无常来说，王朝的兴亡没有那么重要。他真正的世界里只剩下一个人，妹妹白玉。那是他从白家大宅里带出来的最后一点人间，是他在海上漂泊多年唯一还能确认自己不是怪物的证明。可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不会因为你已经失去很多就放下你剩下的那一点。在与女海盗离交的战斗中，白玉死了，这一刻无常崩溃了。如果说白家灭门时他还只是被乱世推着往前走，那白玉的死就是他主动走向深渊的开始。因为他想起了父亲当年追寻过的秘法，赤拱、凿子、复活。他明明知道当年白廷昭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毁了白家，他明明知道白克鲁复活之后变成了怪物，他明明知道所谓死而复生从来都不是神迹，而是诅咒，可他还是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在最痛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。是不知道危险，他只是不能接受妹妹死了。所以他回到蜀地，回到白家旧宅，在那口枯井里，他找到了遗落的凿子。这一刻，轮回的门打开了。从此之后，白子云不再是白子云，他成了无常，成了一个一次又一次失忆，一次又一次死亡，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的轮回之人。他以为自己是在救妹妹，可实际上他是在用无数个自己填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。游戏开场，无常从燃灯洞醒来，他失忆了，他身患羽化病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
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往前走。但玩家越往后打，越会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，这不是第一次，无常已经轮回了很多次，可能是几十次、几百次，甚至上千次。那些失败的无常去了哪里？他们没有消失，有的成了素衣侠女，有的选择帮助这一次的无常，有的彻底绝望，变成心魔，只想杀死新的自己。这才是明末冤虚之语最阴冷的设定。无常的敌人不只是羽化病，不只是怪物，不只是玄阳子，他真正的敌人是过去每一个失败的自己。因为他们都曾相信过，相信这一次能救回妹妹，相信这一次能找到正确的答案，相信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再痛一点，再死一次，就能换来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可他们都失败了。于是帮助你的素衣侠女，本质上是另一个已经放弃亲自救妹妹的你，而想杀你的心魔，也是另一个终究受不了轮回折磨的你。他们不是敌人，他们是答案，他们在告诉无常，别救了，你救不了他，你救不了任何人，你只是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推进同一个地狱。可无常还是要往前走，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。白无常这个角色最悲剧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不是为了王朝大义，不是为了拯救世界，他只是想救妹妹。可在这个乱世里，连这么小的愿望都是奢侈。如果说无常的悲剧是亲情里的执念，那余下和红蓝的悲剧就是爱情里最残忍的一种关系。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许也爱你，但我还是会利用你。余下这个角色很复杂，表面上看他是明妃，是崇祯的妃子，是大明灭亡后仍然想要复活皇帝、光复旧朝的人。那目标非常清晰，复活朱由检，复兴大明。听起来很忠烈，对吧？但如果你仔细看他和红蓝的关系，就会发现余下这个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冷的东西。他不是没有感情，恰恰相反，他太清楚感情是什么，也太清楚感情能让别人为他做到什么。红蓝爱他这一点，余下不可能不知道。他们从小相识，余下因躲避仇家被父母藏在寺庙，红蓝性格阴翳，生来孤僻，却偏偏在余下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。两个少女在寺庙里相伴，日日相见，事事相谈。对于余下来说，红蓝是童年里难得的玩伴，可对于红蓝来说，余下是照进阴影里的一束光。后来余下入宫成了明妃，红蓝加入锦衣卫成了指挥使，一个在宫墙里，一个在黑暗里，一个成了皇帝的女人，一个成了暗处的刀。红蓝始终守着余下，崇祯死后，余下几近崩溃，而红蓝看着他痛苦，也跟着痛苦。于是红蓝给了余下一个希望，还有办法可以复活他。这一句话彻底把他们两个人都拖进了蜀地的血海。余下为了复活崇祯而活，红蓝为了完成余下的愿望而活。一个人的执念变成了另一个人的使命，这就是他们关系里最虐的地方。余下真正想要的是朱由检回来，而红蓝真正想要的是余下不再痛苦。所以红蓝从来不是为了大明卖命，他只是在为余下卖命。很多人说红蓝是小丑，因为他为余下出生入死，抢夺枣子，收集赤拱，甚至染上羽化病。可余下心里最重要的始终是崇祯，是大明，是那个已经死去的皇帝。但我觉得红蓝不是小丑，他只是太纯粹了，纯粹到不计结果，纯粹到不需要回应，纯粹到只要余下还需要他，他就愿意继续往前走。你看红蓝的一生，其实几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。少年时他遇见余下，余下成了他阴暗人生里唯一的光。后来余下入宫，他没有争，没有闹，他去了锦衣卫，把自己变成一把刀，一把藏在暗处，随时可以为了余下出鞘的刀。崇祯死后，余下想复活他，红蓝就去抢凿子；余下想光复大明，红蓝就去拼命。余下需要有人替他走进险地，红蓝就走进去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得不到回应，不是不知道余下心里装着别人，他只是舍不得看余下痛苦。这就是红蓝最动人的地方，他的爱不是占有，不是索取，不是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必须爱我。他的爱是，你想要什么我就替你去拿，你想救谁我就替你去救，你想复活大明我就替你杀出一条血路，哪怕最后你身边站着的人不是我。所以当红蓝在血池里被羽化病吞噬时，他已经不是那个威风凛凛的锦衣卫指挥使，他只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一个终于撑不住的女人，一个到最后都没能把我爱你真正说出口的人。那场战斗里雨下的很大，血池、琵琶、春江花月夜，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 BOSS 战，这是红蓝人生最后一次把自己完整的交出。他不是被无常杀死，他是死在自己的执念上。而他临死的那句今生缘灭且等来世真的太痛，因为他自己知道今生已经没有可能，所以他只能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押给一个虚无缥缈的人世。红蓝死后，无常拿到了同心锦囊，
这个道具是余下和红兰感情线里最致命的一道。锦囊样式简巧，上面绣着一个夏字，里面有2缕缠绕的发丝，系成同心结，朝朝暮暮亦相见，同心结尽千千缕。这东西意味着什么？不需要解释。红兰把自己的感情藏了一辈子，藏在刀里，藏在信里，藏在一次次任务里，藏在为了大明的名义里。可到最后，这份感情还是被一只小小的锦囊暴露。当余下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终于没有办法再骗自己了。他不能再说红兰只是忠心，不能再说红兰只是朋友，不能再说红兰只是为了大明。他必须承认红兰爱他，而他一直都知道。更残忍的是，余下也不是完全没有回应，他有悲痛，有愧疚，有解脱。解脱什么？解脱于红兰终于死了，解脱于自己终于不用再面对这份不该存在也不敢回应的感情，解脱于他终于可以把全部的爱、全部的执念重新归还给那个已经死去的皇帝。这才是余下最复杂的地方。他不是不爱红兰，他是太会选择。他知道红兰爱他，他知道自己利用了红兰，他知道红兰为了他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可如果再来一次，他大概率还是会这么做。因为对于余下来说，红兰很重要，但大明更重要。红兰是他心里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，可朱由检和大明是他愿意用所有人去换的梦。所以余下哭得痛不欲生，但他未必后悔。这才是最可怕的。有些人伤害你，不是因为他不懂你的爱，而是因为他太懂，懂到知道怎样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死。如果把这3条线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明末的角色设计非常残忍。无常想救妹妹白玉，余下想救崇祯和大明，红兰想救余下，但他们想救的人某种意义上都已经死了。白玉死了，朱由检死了，而余下在崇祯死的那一刻，其实也已经把自己活埋进了大明的坟墓。红兰想救的那个少女余下早就不在，她记忆里的余下是寺庙里那个会陪她说话、会给她光的人。可后来站在她面前的余下是明妃，是遗臣，是一个为了复国可以把感情当筹码的人。红兰追的不是现在的余下，她追的是过去那束光。无常也是一样，他想救的白玉是他记忆里那个还活着的妹妹。可是在一次次轮回之后，无常还只是无常吗？复活这件事在游戏里从来不是希望，它是诅咒。白廷昭想复活儿子，毁了白家；无常想复活妹妹，困住自己；余下想复活崇祯，害死红兰；元阳子想用赤拱和凿子创造奇迹，最后把蜀地变成炼狱。所有人都想让死人回来，可没人问过死人真的该回来吗？明末冤虚之语表面上是魂系游戏，你打怪、跑图、捡道具、看碎片化叙事，可它真正压抑的地方不是怪物长得多么恐怖，而是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不肯放过自己。白廷昭不肯接受儿子死了，无常不肯接受妹妹死了，余下不肯接受大明亡了，红兰不肯接受余下痛苦。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越界，他们偷神器、炼赤骨、造仪式、开轮回、复活尸体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对抗命运，可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把命运变得更坏。这就是乱世。乱世不是简单的坏人杀好人，乱世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得选，每个人都在用爱和正义的名义做出无法挽回的事。所以明末里的爱情才这么痛，因为它不是甜的，它不是一句我爱你所以我们在一起，它是我爱你所以我替你去死，我爱你所以我假装不知道你爱我，我爱你所以我利用你，我爱你所以希望来世还能再见到你，我爱你所以今生就到这里。回头看整个故事，白无常赢了吗？他赢了很多场战斗，杀死了很多 BOSS， 走过了蜀地最深的黑暗。可他真的救回自己想救的人了吗？未必。余下赢了吗？他终于见到了复活的朱由检，可那真的是他想要的大明吗？还是一个被执念拼凑出来的幻影？红兰赢了吗？他到死都没有真正得到余下，他的同心结最后只换来余下迟来的眼泪。他们都没有赢，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才像真实的人。人在乱世里本来就很少能赢，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拖着残破的身体，抱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，硬撑着往前走。无常撑着是因为妹妹，红兰撑着是因为余下，余下撑着是因为大明。他们都知道前面没有路，但他们还是走。这就是明末里最让我难受的地方。他讲的不是英雄救世，他讲的是乱世里一群普通人怎么被爱、恨、亏欠和执念一点点撕碎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羽化病不是最可怕的病，真正的病是人心里那个不肯放下的念头。有人为他变成怪物，有人为他困在轮回，有人为他负尽深情，有人为他亲手埋葬自己最爱的人。而白无常
我是所有执念里走得最远的那一个。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明末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，我不会说它只是一个明末魂系游戏，也不会说它只是一个女海盗打怪升级的故事。它真正讲的是，在一个王朝崩塌、瘟疫横行、死人都不肯安息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想从命运手里抢回一点东西。有人想抢回亲人，有人想抢回爱人，有人想抢回旧巢，有人想抢回自己没能说出口的那句爱。可命运从来不讲道理，你越想复活什么，越会失去什么；你越想抓住谁，越会亲手把谁推远；你越想回到过去，越会发现过去早就烂在了雪里。这就是白无常的故事，也是余下和红蓝的故事，更是整个明末乱世里所有不肯认命之人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角色剧情深挖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年不胜的年岁长，夜战偷生的黄剑娥，还有痴情到极致的何有哉。我是少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